朋友们，都2024年了，你还用 QQ 吗？最近啊，我看有一条仍有5亿人坚持用 QQ 的消息啊，突然间登上了热搜。现在用 QQ 都要用坚持这2个字了吗？说到 QQ， 那可是之前的社交霸主啊。于是呢，我就抱着这个好奇的态度点了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凡是那些说 QQ 过时的人，你们是真的 out 了。人家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用 QQ 的，尤其是用户占比95后乃至00后是绝对的 QQ 主力，所以并不是 QQ 过时 ，QQ 永远都走在时尚的潮流。虽然说这个数量比起10亿用户的微信来说少了一半，但是5亿也很多了。而且呢，作为鹅厂的亲儿子，没有 QQ 哪来的微信呢？刚开始的微信还是用 QQ 登录的，只是说在后期微信呢通过它自己的摇一摇漂流瓶这种方式在16年之后，用户量彻底超过了 QQ， 成为了现在的国民第1社交软件。这期间呢，其实我对 QQ 和微信的印象也遭受过几次反转。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在我小的时候QQ 社交软件刚刚兴起，那时候有个 QQ 号老牛逼了，你那个 QQ 号几位数的？8位数。当时要是有一个8位数的 QQ 号，这就更短，那这个人就是大佬。甚至呢，还有同学让你帮忙申请 QQ 号，挂 QQ， 一天挂2小时，等级会往上升。当时的 QQ 呢，也有各种各样的钻，什么红钻黄钻看谁的哪个同学下边一排开的钻，我就觉得这个人有钱。当时呢，还有一个秘诀也就是用这个废弃的手机卡开钻，有搞过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上面扣个1。当时的 QQ 上面加的好友呢，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同学和一些游戏里边认识的网友。很多的 QQ 游戏也可以直接用 QQ 号直接登录，也算是方便了很多的人。因为当时一个游戏公司一个账号密码，那游戏公司那么多，申请的多了，谁还记得住啊？所以说有个 QQ 登录是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这也给腾讯增加了很多用户。在后期的话，我们知道有了手机号直接登录了 ，QQ 号这个优势呢就基本上荡然无存了。那时候呢，因为年轻嘛，所以你在这个 QQ 里边有多少存留点一些羞耻的痕迹，比如说 QQ 空间里边谁当年还没发过几个特别中二或者说特别黑话，现在看起来脚趾头直抠出了31停的这种话语呢？所以当时微信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的微信还很纯粹，我就急于和当时的 QQ 做切割。于是呢，我就在大学时期找了一个周末，把我当年QQ 空间发的所有的说和动态全部都删干净了，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当年我那个傻的自己。那个时候微信也是刚刚出来嘛，加的朋友呢也都是一些玩的比较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微信是好的当时的 QQ 呢越更新功能越多，就非常的臃肿，甚至后续还塞了个虚幻4进去，所以我当时感觉 QQ 是没有微信好用的。但是后续呢我又对微信改观了，通过工作开始之后，加了一堆的这种工作群白天黑夜一个劲的跟你想烦死了。就现在这个东西你做了吗？你都不是996了，你都是007了。领导有事没事就喜欢在群里头给你瞎逼逼，他就把微信给当成办公软件了，他给你圈一下，你不回也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微信极其厌恶，听到那个微信那个声音我他妈都犯 PTSD 了。而且微信本来这个定位不是办公软件，但是呢，当时很多人都把微信当成办公软件，他妈是真的不好用咱不说那个文件传输，那超过1个 G 你就传不了了，而且呢，过几天他就给你文件过期了，极其傻逼。而且微信传的视频那还失真，我不知道那都成啥样了。但是 QQ 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把 QQ 当成一个无限的云空间去用，有啥东西你往里边扔就行了，文件传输也是贼快，还不限大小，最关键的它不会过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对 QQ 开始改观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微信作为一个软件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日常生活，而且微信呢用的人越来越多，手机里边呢也加了很多的长辈，这样呢就导致我的朋友圈里边更不敢发东西了。别问就是不想让家里的长辈看到。有人说那不有分组功能吗？那也挺麻烦的，我干脆就不发了吧。但是在 QQ 里边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一个认识的长辈跟同事都没有，我可以放心的发，想怎么发就怎么发。在 QQ 群里边跟一些网友们聊天打困， QQ 里边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微信里边多少有点包装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QQ 的用户会以年轻人为主，但对于年长者来说，微信那种简单的页面更适合他们一些。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平常是用微信多一点还是用 QQ 多一点呢？可以在评论区下边讨论一下，咱们下期再见。